朋友们，老生常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情绪管理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到底可不可以通过实修，彻底的解决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折磨和困扰。首先，还是那个问题，情绪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靠一些道理和知识就可以去管理的吗？在我看来，无论多么通透、多么高深的道理和知识，最终也管理不了我们的情绪，甚至情绪管理的这个说法本身就不成立。就算你掌握了很多的道理，你可以用你的认知、你的理性，暂时的管理和压抑住了你的一些负面情绪，可是你其实只是暂时成功了而已。你的情绪一直都还在，当它们悄悄地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它一定会爆发的。你的肉人也一定会沦陷，并且到那个时候，往往后果可能还更加严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情绪的本质。情绪的本质其实就是你业力累积的呈现，是你在潜意识控制下的大脑，让你陷入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化思维当中，然后这些思维再经由你的身体，从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在你身体内部流动的一种看不见的能量，这就是你的情绪。所以情绪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种能量，所以想用道理和认知去管理能量能行吗？是能量就得遵守能量守恒定律，你只能去转化它。而情绪的产生，则是因为你对头脑思维的认同。你一旦认同了你的思维，那么就意味着你已经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了，你已经失去了和你自由意志的链接，那你肉人的痛苦肯定就无法避免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负面情绪才会带给你痛苦，事实上呢，每一次的欢乐，还有所谓正面的情绪高涨，它们的内部呢，也都隐含着痛苦的种子。因为快乐和高潮往往都是短暂的，它们过后呢，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落差和低潮。所以修行并不是要带给我们极度的欢乐，而是内在的宁静和平和。另外，人类这种生物机器特别有意思，特别容易去认同这些情绪就是自己，不自觉的就把这些情绪呢变成习惯，并且作为默认反应的一种模式，然后呢，它们就会被被动地植入到你的潜意识里。这样一来，在受到刺激或者威胁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以这种默认的习惯性情绪做出反应。比如抑郁就是这种情绪的一种，但是很多人都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来拯救自己和照顾自己。这其实是生物的一种求生本能。这种逻辑行为和习惯呢，其实都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的，也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原因就是缺爱，在你需要被关注、被爱的时候，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回应或者信息。所以我们人类其实和很多动物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受制于自身的局限的，以习惯性模式不自觉地、被动地做出了反应，并且这些习惯性的情绪和思维模式会在你的家族里的好几代之间进行传承，一代传一代。一个家庭当中默认的这种反应模式呢，可能有愤怒、抑郁、盲目、乐观、狂妄、虐待、暴力、冷漠或者抛弃等等。这个可以拉一个很长的清单。你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以后，也就会明白了所有的所谓原生家庭的问题，既不是你的错，同时呢，也不是你父母的错。当他们的行为对你造成了伤害和影响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处在一种无奈的、不自知的机械化反应之下而已。所以面对情绪，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让它成为驱使你、操控你的自动化反应模式，让情绪替你做出一切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成为情绪的奴隶；
要么就是你通过实修，成为一个随时能提起觉知的觉醒者，然后依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我们来做情绪的主人。你只有通过在不介入思维活动当中的前提下，进行的耐心、诚实而又放松的自我观察，你才可能开始看到和了解这一切，拥有自己真正的选择权，而不是做一个被第一反应默认机制所驱动的机器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停止创造当下的痛苦和业力，并且化解掉曾经已经被动的创造的痛苦和业力。可是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区，就是总想着怎么去和情绪这种能量对抗、较劲，总试图去消灭、控制、管理这些情绪。而我们用的武器呢，竟然是各种各样的道理还有知识。其实这个想法从底层上来说，它就是荒唐的。因为刚才说过了，我们怎么可能用某种道理去管理和驾驭一种能量的流动呢？这个根本就说不通。我们又不会魔法，一念咒语就可以呼风唤雨，控制能量的流动和转换了。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扭转一个观念，那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和业力驱动的时候呢，态度一定要从对抗它、消灭它、管理它，转变为什么呢？接纳它、承认它、面对它，允许它的存在。然后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定住自己，不介入、不评判，只是默默地观察它，然后等待它自己的流经和转化成其他的能量。这就像是当洪水、暴风雨、台风等等这些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去对抗它们呢？不管你接不接受、允不允许它们的到来，它们都已经来了，并且它们都有充分的、合理的理由来，对不对？记住，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源自于你的大脑对某种现状的不接受，对某种形式无意识下的抗拒。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各种的批判，还有负面情绪的升起。这个痛苦的过程呢，其实就取决于你对当下的这个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也就是你越认同于你大脑的思维，你就越痛苦。同样，反过来说，那就是你越接受当下，你的痛苦就越少。所以说到这，有一个道理就呼之欲出了：不管当下发生什么，只要你抗拒、不接受，那你越想逃、越抵抗，你就越痛苦。这就是让人们受折磨、最后崩溃的根本原因。这个需要好好的参一下。这个你要是参透了，你就能一下子到达那种一切皆可接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境界了。这个话人人都挂在嘴边，谁都会说，但是几乎没有人参透过，能做到的就更少了。记住，只有在当下，才是生命的存在，才是生命本身。过去不存在，未来呢也不存在，而你却偏偏反对和抗拒生命的本身，也就是当下。那你不痛苦，谁痛苦？你看，这就是正念的核心心法。其实，当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我之前分享过的关于情绪的视频呢，里面讲的其实也都是让大家不要去对抗。我们可千万不要觉得看了几本书，或者明白了点道理，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以后，自己就是高手了，自己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和认知去管理情绪，消除情绪了。这其实只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你，你依然还是没有走出你头脑的思维控制，你只是暂时的用你的这个理性脑压抑住了你零散的一小股情绪、一小股能量。等时间长了，这些能量呢会越积压越多，它们全部都积压在你的体内，
就等着导火索的到来，然后来一个彻底的大爆发了。到时候，再怎么用你的理性脑，用你的认知、道理、理论，都根本不管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平时看起来很柔和、很老实的人，哪天他一受刺激，突然就爆发了，完全变了一个人，然后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的事。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在压抑。那好，既然我们不能去直接对抗情绪，和情绪正面硬刚，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做到不被负面情绪所控制、伤害和驱使，彻底的走出来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开始实修，获得内在的提升。提升的是你的专注力、觉察力，还有在任何你内部的能量流动面前如如不动的定力。只有你具备了这些能力，才能够做到保持和本心的链接不断线，保持和当下的链接不断线，站在更高的地方去俯视那个肉人的自己，也就是当下呢，就把自己从肉人当中剥离出来，找到那个更高维度的我，也就是你的自由意志，然后呢，去拥抱觉知。这就是你破除掉我执，化解掉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个过程。其实呢，就是你在用你的专注力去吃掉这些负面的能量，这也是唯一的通路，也是你唯一的自救和反杀的绝招。而经过实修提升以后的你呢，或者说觉醒以后的你，这才是真正的你。这个你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些能量念头在你的体内汹涌的流动。一句话，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你不仅能识别它，你还能清晰地观察它的来龙去脉，同时做到如如不动。当你的水平和境界足够高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在觉知之下把这些情绪都当成工具，运用自如而不受伤。这就是通过长期耐心的实修，通过长期的自我观察，通过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可以带给你的变化。是不是很刺激？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呢，他们都是不自由的，是没有这种专注力和觉察力的人，就像是机器人，只能任由内在和外在的那些情绪、习惯等等的能量所摆布，在各种因果的作用下挣扎，痛苦万分，每天都被烦恼、抑郁、焦虑、恐惧包围着，怎么也走不出来。就像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跟我倾诉他们种种的问题，然后求帮助、求解决方案，但是我看到的都是他们在不断的描述、反复的评判、反复的让自己去感受那些负面情绪，逼着自己去一遍一遍的体会和认同那个痛苦的感受，认同于那个挣扎的自己就是自己本身，然后再评判和否定自己。你看，这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你非要和负面情绪正面刚，不仅不想摆脱它，还非觉得那个就是自己，然后呢，又不允许自己的存在。这其实就像是飞蛾扑火，肯定是走不出来的，注定被它控制。所以我一般都会先让他们停止描述，停止回忆，停止分析，停止评判，因为你已经掉进了一个大坑了。现在就不要去研究和分析你当初是怎么掉进去的，为什么掉进去的，以及你在这个坑里到底有多么的痛苦和难受。你现在应该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么爬出来，还有以后怎么不会再掉进去。这是你现在应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面对着当前的困境和痛苦，只是一味的去评判分析，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为什么别人会这样伤害自己？然后呢，在这个循环当中打转，最后你甚至会追溯到了你自己的童年阴影和原生家庭。你认为这就是那个最终的原因，
导致你现在痛苦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你以为找到了因，问题就解决了，可是结果往往不是一样没有用吗？对不对？因为无论是你的童年阴影还是原生家庭，这些业力的注入都是造物主设置好的，你纠结于此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甚至不能去责怪你的父母，因为你没得选，同样他们也没得选，他们只是类似于在你的人生游戏当中提前被设定好的固定的角色而已，他们也是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功课，帮助你修行的，仅此而已。你去深究到底是什么造成自己现在的境遇，其实完全没有意义。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以前那个根本就不是你，只是你的习惯。你就像个傀儡机器人，没有觉察力，没有自由意志。你以为自己有意识，但是你的内在却是沉睡的。你一旦可以这么想，那么这就是你解脱出来的第一步。而这呢，就只能通过不断的真诚的内观，通过不断的修炼内在的专注力和定力，让你最终跳出你头脑的控制，回归到当下时刻才可以实现。从这入手，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用你真正的自由意志呢，去主宰你的那个肉人，让它不再被别的能量所驱使。这才是釜底抽薪，才是治本。儒家所讲的君子之本呢，就是修身，说的其实就是这个。当你拥有了专注力，你才会拥有觉察力以及如如不动的定力，你才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一种观自在的状态。只有可以观察内在的自己，做自己的观察者了，才可以不被情绪和习惯所驱使。后面呢，你要做的就是去拥抱你的觉知，去光明你的良知，然后在良知的指引下，以这个真正的自己的身份，去把你眼前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做好。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从一个被业力控制的浑浑噩噩、黑白颠倒的那个傀儡当中苏醒过来。这个时候，你在种的因就都是善因了，所以你后边的人生呢，也会开始慢慢的收到善果。等你前面的业力逐渐的都发散出来，逐渐的消退掉，你自然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负面情绪越来越少，你的内心越来越平和安静，然后你越来越安住于当下了。你看，这不就是改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